中国促成伊沙修好，美国明明心里很难受，却为何对此表示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很多人看来，中国促进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对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构成了致命打击。其最直接的影响是，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度降低了。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冲击了美国的中东霸权和石油美元。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场外交盛宴是中国政治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成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彰显了中国全球外交的智慧。如果对比一下中国与美国的政策，谁是和平使者，谁在破坏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一目了然。在道德层面上有云泥之别。就在很多人认为美国会对这场和解表示反对或质疑时，美国却出乎意料地对伊朗和沙特恢复邦交表示欢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美国乐见伊朗和沙特复交，但仍有保留。他说，我们且拭目以待，看伊朗是否会兑现协议。这不是一个通常会兑现诺言的政权。如果伊沙改善关系能为也门带来和平，美国自是欢迎。如果你细品一下科比的讲话，颇有些技巧，但也非常无耻。对此我们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第一，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原本是美国的一场外交灾难。为了减轻自身压力，科比避谈中国的贡献，他不愿意正面评价中国发挥的作用，反而说伊朗是因为受到国内外的压力才走到谈判桌上的。科比的原话是，我们自然会继续关注中国为了一己私利在全球各地争取影响力和立足点的做法。对于伊沙修好这件事儿，科比毫无廉耻地给美国脸上贴金，却刻意不谈及做出最大贡献的中国，反而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的成功。其实谁心里难受谁知道，如果美国施压管用的话，伊朗早就服软了，而事实恰恰相反。第二，美国还在利用也门局势破坏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进程。科比的话里话外，无非是想说伊朗不可靠，也门局势没有获得实际进展，以此提醒沙特小心伊朗。美国人从骨子里搞的还是离岸制衡的那一套，估计这次中东国家不会再上当了。至于也门局势，在伊朗和沙特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双方自然会进行谈判，这不是美国能掌控得了的事儿。第三，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形象，只能表示欢迎这场和解，因为中国的成功做法让美国人是有苦说不出。现在不仅美国必须这么说，欧洲国家也对这场和解表示了支持，联合国对中国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所以美国心里再不爽，嘴上也得这么讲，因为再怼中国，那就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了，就太不要脸了。第四，美国在这件事上不敢得罪阿拉伯国家，因为白宫仍然想收拾伊朗，但是再攻击双方的和解，那就会让其盟友分崩离析。中东国家更是沙伊和解的最大受益国。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说，这是中东迈向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一步。现在阿拉伯国家都有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趋势，美国也不敢明着破坏中东和平，只能选择背地里下黑手。第五，美国仍有可能利用以色列破坏中东地区的和解进程，对此中国、沙特、伊朗都要保持警惕。对沙伊和解这件事儿，美国人嘴上说的再好，但是其实际行动却是美国国防部长马上会见了以色列总理，以方随后扬言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为了抵消中国对伊沙和解的影响，美国也有可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以降低沙特与伊朗和解的冲击。至少这么搞可以帮助以色列缓解安全压力。总体而言，沙特与伊朗的和解是真的打痛了美国，又让美国人有苦说不出，这个可太有意思了。那就让美国人怀着坏心情继续表演吧。这场大戏，中国已经是胜利者了，而且是让敌人都不得不叫好的完胜。中国外交
真的是厉害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